大家好，我是柯英，欢迎来到柯英故事会。在这里，我将带你一同探索古老的东方神话世界，解锁那些神秘而令人着迷的故事和传说。我希望通过我的影片，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东方神话的深入了解，并与大家一同分享我的研究和发现。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精彩的探险之旅吧。神话是一种描述神灵和宇宙的故事，它们反映了人类对于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理解，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上古神话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中国上古神话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早在先秦时期，也就是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神话体系。这些神话以众多的神灵和宇宙起源的故事为主，涉及了天、地、人、物、神等各个方面。例如，《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地理、民族志和神话传说的著作，它记录了丰富的上古神话内容，包括了诸多山川、神兽、草木、人物等元素，为研究上古神话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有许多重要的神灵被崇拜和祭祀，如伏羲、女娲、盘古等，他们被认为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这些神灵有着丰富的形象和故事，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现象、生活和道德的理解和崇拜。神话中的故事情节丰富多样，有的讲述了人类的起源和命运，有的描绘了神灵之间的争斗和爱情，有的描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上古神话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对于了解古代中国文化和人类信仰有着重要的价值。盘古又称盘古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创世神，他诞生于世界的开端时期，为一切的起源。最初时没有所谓的天和地，世界最早只是一片虚空，没有任何物质，宇宙还只是一团混沌的元气。这种自然的元气叫做鸿蒙，形状就像一颗椭球形的巨蛋。后来在这团混沌之中孕育出一位人称盘古的神，他在这里面沉睡了整整18000年。盘古睡醒后，身体不断增长，周围却全被混沌包裹，一片黑暗。盘古睁开双眼，只觉得黑乎乎的一片，浑身酷热难当。盘古烦躁地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用力一挥，弹桩混沌骤然破裂，其中较轻的氢气往上浮，变成青天，较沉的浊气往下降，变成土地。就这样，盘古创造了天地之间的界限，使得宇宙变得有序起来。盘古担心天地再次融合，于是头顶天，脚踏地，站立许久。又过了约18000年，盘古的体型越来越大，天也随之越来越高，地也越来越厚，天与地之间距离相隔了数万里。最后天地稳固，而盘古也终于耗尽了自己的神力而倒下。盘古死后，他的身躯骨骼和器官组织变化而成世间万物，他的双眼各自变成日月，他的头发和胡须变成星辰，他呼出的气息变成风云，他的声音变成雷鸣，他的四肢变成山川，他的肌肉变成农田，他的骨骼变成岩石，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他的皮毛变成草木，他的牙齿变成晶石。然而盘古的生命之力却依然留存于世间，成为了大地的灵魂，滋养着万物生长。这个关于盘古开天的神话故事被收录在很多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和文献中。例如三国时期徐整的《三五历记》记载，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18000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御天，圣御地，天日高1丈，地日厚1丈，盘古日长1丈，如此18000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记载，分布元气，乃运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自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
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深知诸虫因风所感，化为狸蒙。又如南朝时代祖冲之所著的《述异记》中记载，盘古是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昔盘古是之死也，头为四月，目为日月，肢高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是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气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木同为电。古说，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是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还有盘古是墓，亘300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盘古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是以创世神的角色出现的。那么他是从人变成了神，还是他一开始就是神？他的本尊到底是什么？他在历史中的含义是什么？他与圣经中的上帝以及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又有什么联系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同来探讨。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上古神话之旅。希望你们喜欢听盘古开天的神话故事。是不是觉得盘古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大 boss， 一斧子把天地从混沌中劈开，就像打游戏里的开局一样，想想都觉得震撼吧。当然啦，这个故事只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冰山一角，还有许许多多的神灵和传说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每一个神话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反映了古代人类对宇宙、生命、人类存在等问题的思考和想象。感谢大家收看，柯音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多有趣、富有启示和深入的内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